老祖宗的建议，过年千万别做这5件事，不是迷信，是后果严重，可能承担不起。还有10来天就过年了，谁不想衣锦还乡，荣归故里，自己风光，家人也有面子。但老祖宗们有一句至理名言，叫高调做事，低调做人。听我一句劝，过年千万别做这5件事，表面是风光了，后果很严重，不一定承担得起，不是迷信，都是亲身经验与教训。1. 不要炫耀收入。每年过年回家，总有人问，尤其是长辈和父母最爱问，不管你收入多少，不管谁问起，哪怕是父母问，都要留个心眼，打个骨折，说多了嫉妒你，或者找你借钱，甚至要钱。网友暴富阳，我弟弟把收入告诉我妈之后，我妈开始要他交家里的电费、手机费、物业费、社保费、宽带费、煤气费等，而且家里是不是就缺个啥？而且7大姑8大姨都来借钱，虽然没借，但得罪了很多人。所以我在我妈那里都是诉苦哭穷，还在我婆婆那里也是一样，亲妈都算计，婆婆更加不用说。听我一句劝，光而不要，静水流深，闷声发大财，赚钱了自己偷着乐喝就行，别人问起就说没你多，勉强糊口。2. 不要超支发压岁钱。很多人刚工作赚钱了，或者做生意发财了，回到家里就爱发红包，不仅发的人多，红包还很大，没过2年就后悔了，压力大。包括给自己老人和孩子的压岁钱都要适度，孩子小没有理财意识，父母在意的是心意。福疙瘩，真怕过年，爸妈压岁钱1人5000，公公婆婆也是1人5000，侄子侄女压岁钱1人1000就是6000，这里就去了2万6了，自己还没孩子，年年大亏，这2年生意大不如前，真的发不起了。现在发红包越来越卷了，红包本就是个心意，年年亏，谁都不会舒服，何必过个年把自己过穷了？去年和几个平辈的商量了一下，从今年开始，压岁钱不要你来我往，最后孩子1分没捞着，没有什么意义。咱们就学广东人5块10块的发，最多20块，发的没压力，孩子也能自己支配，大人孩子都开心。3. 别做太多面子工程。新年到穿新衣戴新帽，过年时人们都讲究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年，烫头发、做指甲、买奢侈品、买新衣、买化妆品等，一是来提升自己的形象，二是来让新年多点仪式感。过年是需要点仪式感，但不要过度哦。生活是自己的，不是活给别人看的，自己喜欢而且不浪费才是最合适的。比如过年前买大红色的新衣、拜年服等，比平时贵不说，还只适合过年穿几天，平时不想穿，扔又不舍得，只能压箱底吃灰，真是特别浪费，不如买点经典的款式更实用。4. 别囤太多年货。马上过年了，提醒大家不要囤货，什么饮料、零食、水果、鸡鱼肉、蛋腊肠等，少买，囤太多了就是把新鲜的变成不新鲜的，天天吃不新鲜的，甚至吃剩的。年前买，年后扔，每年都要扔好多。竹林关羽，俺家老头老太太羊买了1只，牛肉30斤，猪肉40多斤，鸡8只，鱼10条，愁死我吧，还特意买了一个冰柜。年年吃剩菜太痛苦了，怎么说得动他们啊？其实现在购物很方便，哪怕农村的大超市也就年初一休息，别被促销冲昏了头，适量采购，吃多少买多少，既节省开支，又避免浪费，还吃得新鲜。4. 别参加无效社交。春节期间，总有那么一些一年到头都不怎么联络的亲戚、朋友或同学喊你去聚会，不去不好意思，去了又是各种攀比吹牛、八卦闲聊，弄不好还有找你借钱或者结婚喊你随份子的，浪费时间，还给自己添堵。网友我太棒了，我一直就不懂为啥要同学聚会，人都在成长，认知也都在提高，所谓同学情谊都是阶段性的，比你高的不一定会拉你，比你低的你也看不上。把时间交给自己，提升自己，那些大多数是逢场作戏，一旦利益冲突，翻脸比翻书快。其实真正是关系好的，平时也会常小聚的，真没有必要一定去参加什么同学聚会，没实际意义，浪费时间、精力和金钱，还不如多休息，多陪陪家人，吃饭聊聊天。总结，年关将至，不管今年过得多成功多潇洒，言谈举止都尽量低调一些。人的灾难是从炫耀开始的，一时风光后患无穷。老祖宗的这些至理名言不是迷信，都是吃亏后总结的实战经验，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。